李长寿能够察觉到云霄仙子身上存在道性退减、人性增多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很缓慢，幅度也不算大，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现在他跟云霄仙子的关系说单纯一些，那就是互相欣赏，勉强算是引为知己。当然李长寿不得不承认，因为云霄仙子身上的因果太多，且前面就是封神大劫，他有在刻意压制回避对云霄仙子的好感。但若说云霄仙子现如今就对他倾心，那决然不可能。这里面必是有人给了不懂这些的云霄仙子以暗示，将他对自己的感觉从一点点模糊的感觉导向了轻于男女之情的好感。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大法师。可无论通天教主也好，大法师也好，有谁真正去了解过云霄仙子呢？又有谁会觉得云霄仙子不懂男女之事呢？可李长寿知，李长寿晓啊，云霄仙子她是真的不是很懂。虽然云霄仙子实力强，修道久，但在这个领域她也只是一个笨拙的新人。云霄仙子几次不经意间对她示好，让她一阵道心飘摇，但每次云霄仙子又会轻笑着带过，不经意间显露出两个人之间还存在着遥远的距离。李长寿简单的总结一下，若是真的按照通天教主的安排，自己今日把这5个问题回答了，那么摆在自己面前的问题就会有3个。其一，云霄仙子大概率会陷入她的自身矛盾中；其二，自己会被截教的因果套牢，必须全力的算计封神大劫；其三，他跟云霄仙子相处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陷入无话可聊的尴尬处境。这取决于李长寿对大道的理解，比起云霄仙子来说太过浅薄。当如何破局才可顾全圣人颜面，让云霄仙子欢喜，且不会影响到自己如今的修道节奏呢？难啊。李长寿的心底细细品味着多宝道人转述的那5个问题和标准答案，他甚至能够脑补出碧游宫当时的情形。通天教主坐于云雾缭绕间，清朗的嗓音飘飘渺渺，落在心事重重的云霄仙子耳中。云霄，你去找那人，只管与他5问。大道所往，何为阴阳？顺逆之间，何处结生？万灵同类，先后何异？天地有终，何物不绝？今我来之，君何所思？若他答道，大道所往，万物阴阳，顺逆之间，从心所欲，万灵同类，先后本一，天地有终，唯意不绝。今你所来，解我所思，那这人就是你命中注定的道侣，可与你共赴大道，得享情果。从这5个问题与答案就可以看得出来，通天教主的道行的确是无比高深，能够直接解读大道。要不然自己换一份答案？李长寿的心底突然冒出这个想法，但这想法刚浮现，一张阵图带着4把仙剑追杀自己喊打喊杀的画面顿时就让他连打几个哆嗦。此刻他的指导人还被多宝给拽着呢，反复叮嘱这5个答案，让他逐条对应，千万别死记硬背，以防云霄仙子换了顺序。李长寿轻轻一叹，心底已是有了解决之法。本体直接自丹房之下小琼峰下方地脉挪移阵离开了山门，朝东海之滨而去。他算了一下3仙岛到渡仙门的直线路径，找了一个风景不错的海滨小镇，站在一片桃花林中，静静等待云霄仙子西来。主动外出是为了避免将渡仙门之所在直接暴露给多宝道人。之所以用本体，哎呀，这是因为圣人老爷看着呢，我再用指导人糊弄来糊弄去，诛仙4剑可就不是警告那么简单的了。
在土洞中，多宝道人也是拿出了那只似曾相识的宝镜，对着镜子哈了一口气，施展神通术法，现出了李长寿本体之所在之地。多宝道人不由眼前一亮，看脸身旁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神仙，又看了看那边的青年道者，啧啧笑个不停。当下多宝道人拽着李长寿的指道人朝着东海而去，就在李长寿所在之地藏了下来。李长寿的本体还没能等来云霄娘娘，指道人这边，大师兄，一声轻柔的呼唤自土洞远处飘来，2道流光飞射，化作2道倩影。左边的这一位，金纱裙，剪凤冠，环佩素腰身，婀娜略妩媚，身段高挑，气场凌人，数条金色丝带在他身周飘摇，自有出尘惊世之意境。此乃截教女仙之首，内门4大弟子之金陵圣母。右侧的那一位身着草绿长裙，梳着流云簪，2缕长发垂在身前，身形若少女，身段显玲珑，手中又端着一杆拂尘，有一种淡泊淡然之感，似乎对凡事都不太关心。这位高人李长寿此前见过，却是截教内门4大弟子之归灵圣母。得了，4大内门弟子这边来了3位，还都躲在多宝道人的虚空土洞之中，干啥呀？这是要相亲呐！李长寿顿时压力山大，当真是想请玄都大法师带着塔爷过来一趟。他左等右等，依然不见云霄之踪影，反倒是土洞之中又被多宝道人接来了一批截教的好汉。先是一声师父，那火灵圣母与金光圣母带着金鳌岛数10位截教仙人杀到，又听几声大师兄，那蓬莱岛、火龙岛、九龙岛皆有人来。李长寿委婉地表达了一下云霄前辈可能会有所不喜，多宝道人淡定的一笑，把土洞又加厚了几层。随后周遭一道道投向李长寿的目光充满了慈爱的关怀。李长寿也只能略微叹气了，还好此前早有应对，让本体通过物理方式隐藏起了真容，且施展了几层障眼法。最要命的是，李长寿隐隐感觉到太极图的道运似乎又有波动。八成通天教主老爷也在注视着此地，总不可能自家圣人老爷也……哎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来了！金光圣母压着嗓门，琼霄师姐给了传声，云霄师姐出门了。土洞之中顿时群情震动，几个与李长寿相熟的截教仙人都对李长寿在土洞之中的指导人传声打气。那边已经有几个好事的封神大劫有过姓名的截教仙开始商议喜字与对联该怎么贴了。这真就这么闲吗？事已至此，既然截教做初一，也就别怪我人教做15了。李长寿已经是下定决心，稍后就施展出自己90成的忽悠功力，为这些截教仙做一场人教道侣之风经验汇报。后面会不会导致截教道侣激增，那就与他这个人教小弟子无关了，办法都是被逼出来的。土洞之中，李长寿的指导人道了一句：各位道友，我先将心神放归了。言罢，他的指导人闭目凝神，周遭这数10位仙人尽皆称善。桃花林中，李长寿振作精神，拿出一支玉箫，吹奏出一曲悠扬的旋律，在你的心上自由地飞翔。远处一朵白云自高空停下，而后朝着此地迅速沉落。云霄已经来了。那云落下，其上载着一位身着白衣的仙子。李长寿扭头看去，箫声便停了。不必说他明眸清纯美绝世，不必赞他白玉无瑕气度成，他只是站在那儿，露出轻柔舒适的笑意，就能让人忘记岁月长河的流苏，只愿凝固在这一瞬。海风吹来，他
她长发与裙摆朝着他轻轻飘扬。云霄仙子轻启浅唇，开口便道：你怎的真身到了这边？李长寿刚想说一句还不是被圣人老爷点名了，就感觉有2把刀架在自己的指导人脖梗上。此时土洞之中那些截教仙暗道要糟啊！云霄聪慧绝顶，只是一个细节就足以推断出诸多的情形。然而李长寿含笑轻叹，言道：心底有些躁动，便想外出走走。此时才知，这一份躁动是为了来此地与仙子偶遇。土洞之中，一群男仙面露震惊，不少女仙双眼放光。云霄轻笑了一声，自云上飘来。李长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2个人倒是颇为默契，在此地闲庭漫步。李长寿笑道：你我都是不喜外出的性子，今日却都走出来了，怕是有事要发生。许是我影响到了你。云霄略有些歉然，言道：此前我去求老师解惑，老师推算了你之情形，应当是这般让你心底不稳。当真云霄仙子的这一份坦荡，让我感觉有些自惭心愧啊。但是李长寿只能笑道：教主老爷竟然亲自推算了我，这当真是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啊。云霄被李长寿有些夸张的语气逗得轻笑连连。我也暗中用混元金斗蒙蔽了此地天机，你这般说，老师也是听不到的。他们就在咱们脚下，就在咱们脚下呀。话又说回来，多宝前辈的这一门神通，我李长寿愿意称之为绝活儿。圣人老爷听到与否，咱们都是要敬的。不成圣，终为蝼蚁；成圣后，才可超脱。这天地间，6位圣人，就是6座高山，你我尽在山之阴影中。云霄仙子轻轻颔首，柔声道：我却是从未听闻过你的道心所向。我辈炼气士所求自都是超脱于天地大道，寻到真正自我。李长寿背着手，玉箫轻轻摇晃。我自然也不能免这个俗。云霄笑道：若照你这般说，我也是个俗人罢了。正此时，又是一把刀架在了指导人的脖子上。某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截教大师兄阴恻恻地道了一句：你别想岔开话题，你快说那点事儿，顺便也让咱们开开眼界呀。土洞中的那群截教男仙齐齐称善。桃林边缘，李长寿眨了眨眼。云霄仙子祈道：怎么了？还能怎么样？被绑架了呗。仙子笑起来当真是好看。我搜肠寡肚，想要吟诗作赋应应景，却发现自己所知那些诗词抵不过你美的半分，只能用这般的一句好看来夸赞了。土洞中不少截教仙人默默地拿出了济世玉符。云霄仙子不由得看向旁处，目中柔情不减。今日你怎么多了这般言语？仙子可知桃花在我们人族中有何代指？云霄略微掐指推算，很快就了然一笑，而后也背负起一双柔蹄，道：既然你心也有所悸动，那我可否问你几个问题？仙子请讲。大道所往，何为阴阳？顺逆之间，何处结生？万灵同类，先后何异？李长寿沉吟几声，拿出了标准答案，开卷考试满分。而最关键的后面2问，云霄仙子却有些迟疑，目光注视着李长寿，仿佛在思索，又仿佛是在倾诉。李长寿坦然与他对视着，眼底带着几分安然，目中满是温和。云霄若有所思：
你答的倒是不错。仙子可还有其他要问？李长寿主动暗示。云霄似乎没有接受到他的信号，轻轻摇了摇头。其实这是老师给的问题，你答的也符合老师所说，我大概已明了，自身入了劫中。其实我回岛上后又决意前来寻你，已是知答案为何了。仙子，我今日可否喊你几声云霄？云霄轻轻颔首，目中柔情依依，抬手理了一下耳旁的一缕青丝，轻声道：只许你在此地喊，在我兄长姐妹面前还是需要注意些的。李长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两个人继续在林间漫步，但是李长寿此时已经吹响了反击截教的号角。云霄，你我不如言说一下眼中彼此。第一步，避重就轻，把握主动。桃花林中，李长寿主动问出一句，云霄仙子缓声回答：我眼中的你，善谋善化，进退有度，行事谨慎，不沾因果，与我有诸多相似之处。虽是后天生灵，修行不过数百岁，却已是屹立于天地之间，就算是不提根脚道成，也多是独到之处。李长寿的心底一阵发虚，总觉得还是灵娥对自己的抱怨更接近真实的自己。这就是常见的初一眼尽是美好，后余生乱乱糟糟了。